Mr. Crayfish 的载具模组，没错，今天又是一期老牌模组介绍。这个模组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？在这个系列里面有家具和枪械等等非常流行的模组。前2天我就拿里面的枪械做了一个加特林生存。那我们废话少说，直接进入载具的介绍。首先，我比较喜欢这个载具模组的一点，就是它没有沉浸式工艺这么复杂的组装过程。我们可以傻瓜式的制作，只需要先制作一个工作站，打开这个工作站，我们就可以预览模组中的所有车辆。右边则是这个车辆需要用到的配件，缺哪些材料，需要用到什么规格的引擎，它都会在这个界面里显示出来。还可以在上面放上染料来改变它的颜色。我们随便选一辆智能车辆，按照它的需求放进各种配料和材料。这些车需要消耗的铁锭还是很多的。材料集齐，点击合成，这个车就会以板条箱的形式被制作出来。我们拿着箱子对着地面右键一下，然后这个车就会从箱子里面弹射出来。接下来我们再取出一个油桶，对着车辆的油箱盖按住右键，给它蹲几下，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开着车辆上路了。车辆在遇到高一层的地面的时候，也会直接开上去，驾驶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。那这个模组里面除了普通的汽车，还有电动自行车、小电驴、玩具一样的卡丁车和碰碰车，还有超市的购物车，水中使用的游艇、摩托艇，还有超级容易就可以控制的飞机，甚至还有一些用来托运流体的车，和这种可以装上肥料和骨粉代替玩家们播种的农用车等等，种类非常丰富。有收集强迫症的小伙伴们可以每种都做一辆。我们还可以用喷漆罐后期改变车的颜色，只用将罐子和想要的颜料合成一下，然后对着车辆右键就可以改颜色了。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，非常简单。如果我们不太爱惜我们的载具，经常磕磕碰碰的话，车辆可能就会被撞得稀巴烂，然后我们就不能再开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史蒂夫的麒麟臂，把这个报废的车辆抬起来，举过我们的头顶，然后将它放在模组中的千斤顶上，再拿出模组中的小锤，对它敲，这个车就可以被我们维修好了，非常方便。与此同时，我们还可以制作模组中的扳手，用扳手可以打开这个车辆的内部，可以在这里对车辆进行改装，主要就是这个引擎还有轮胎了。引擎的话有木石、铁、金、钻等级，精致引擎提速最快，钻石引擎的速度上限最高，这是同种车辆使用2种引擎的速度对比。然后还有轮胎，像这种竞速轮胎的话，速度就会比塑料轮胎要快很多。有的时候也有一些特殊情况，像在雪地上的时候，雪地轮胎的表现就比竞速轮胎要好。模组中还添加了一些额外的内容，就比如车钥匙，我们可以在生存中给自己的车辆上锁，防止熊孩们来自己的家里偷车。模组中还提供了一个可以戴的帽子，像《植物大战僵尸》里面的路障僵尸一样。另外，这个路障还可以用来建造跑道，车是没有办法从路障上面踏过去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还可以在游戏里面学习侧方停车等等操作。你还别说啊，这个玩意真的对现实里有点帮助，等你们以后在路边找车位的时候就能理解了。那接下来再来介绍一下生存模式下必须要经过的加油过程吧。就和它枪械模组需要做子弹一样，这个车也需要加油。除了购物车，其他的载具都是需要用到油的。油的制造需要用到末影珍珠和烈焰棒，用提取机提取珍珠和烈焰棒里面的液体，使用泵将里面的液体提取出来，再导入到液体混合器里面。这个液体混合器里面合成的液体就是模组中的燃料了。接着我们可以把合成的燃料移动到油桶里面，或者直接导入到加油站里。这里注意泵和管道的方向要一致，否则液体是无法传输的。另外还需要用到模组中的扳手改变泵的状态，需要保持激活或者需要信号改成否，这2个模式才可以。在这个加油站上面还有一个把手，我们可以直接拿起它来给车加油，或者我们可以使用便携式油桶吸取油桶和加油站里面的油，然后再给汽车加油。由于它们的提取材料是来自怪物的掉落物，这个燃料消耗的速度还特别快，所以这些车就是吃油的怪兽。前期的话获得汽油可能比获得汽车要困难，大家可以去配置文件里面修改一下设置啥的。那今天这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啦，走之前别忘了点个赞。我是小豹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